天晴了，头痛也停了，最麻烦的事已解决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不被降罪的理由。义父，我就带几个诸侯的人头回来交差吧。这是关东的援军来了。幸好华将军命我等驻防虎尾关，果真有先见之明。不对，这支人马打的是我军旗号。难道主子出事了？战况有变，华雄军听令，吕将军有令，虎尾关华雄军立即与我合兵一处，火速前往关东乱军后山大营，配合吕将军的正面攻势，前后夹击敌军关前主营。得令。后山大营由袁绍军重兵把守，以我方兵力。事后来报，原本应该死守后营的袁绍军已撤出后山。这袁绍怎么会撤退？那岂不是弃主营于不顾吗？张副将，这莫不是敌人的计策？主子说的对，袁方的奇计果然深不可测。又让二公子说中了，吕布一直按兵不动，就是在等华雄之败。二公子说的可远不止这么简单，有些话我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比如他说袁方此人深不可测。发计有3种：一是单向而发，二是双方互发，第3种是融会贯通。放我者死！下兵来了，快退！吕布已被引进来了，只要山中文丑伏兵一出，吕布腹背受敌，全军必乱。到那时，我军精锐进出，前后夹攻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我方有水镜其人的妙计，任凭吕布如何霸道，也难逃一败。吕布已闯进大营，援军师为何还不下令？援军师已亲自上山督师了。上山督师，他是何使？袁绍大人呢？速去找袁绍大人前来议事。报，袁绍大人也已回后山大营督师了。立刻向虎牢山中文丑军发讯号，合击吕布。莫急，时机还未到啊！我只想证实一件事。西凉军突破后山大营，向主营而来，我军腹背受敌。不可能，后营有袁绍重兵把守，里应万无一失。后营若失，我等必死无疑。大人，虎牢山方向没有回应，没有回应。此时此刻，西凉军正前后夹攻关前大营，我们反倒悠闲的像是在游山玩水呢。那些叔叔们万万想不到结局会如此吧？不久之后，叔父和我们已置身于战场之外。想不到我先前误中敌人号梁之计，
反倒令你想出如此妙计，不愧是八岐之首啊！只可惜，有人少了一次名扬天下的机会。温将军，你的手……我的伤早就好了，只因援军是要我继续扎伤，目的是免我出阵，保存实力。可喜的是，我军不费一兵一卒，尽收渔人之利。现在联军阵脚大乱，吕布想必已察觉到你的好意了。这就是第3种的发起，而用计的目的，当然是为了最大化本方的利益。要退啊！退！元芳，你的好意，吕布心领了。现在大家明白了吗？当初倘若我等全力一战，纵有极大伤亡，仍剩有一线机会脱身。可恶！那个元芳竟下令按兵不动相持，目的就是为了消耗我们剩余的军粮。眼下后营已失，腹背受敌，一切已无可挽救。但这还只是元芳计谋的第一步，更可怕的是，为了进一步削弱我等战力，他用激将法将我军13员大将推上了单挑的死亡擂台。无粮，无退路，甚至无将可用。联军士气全然崩溃，最后只得跟吕布军来个玉石俱焚。这应该就是元芳计谋的第2步。元芳，水镜八奇，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？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袁绍同样也粮草耗尽，何以还敢撤兵？袁绍撤兵一事，又让二公子说中了。原因只有一个，他的老弟大汉后将军袁术，始终未曾在虎牢关现身，而南边的弟兄也未曾通报袁术回师南阳的消息，所以我料定，那袁术必定潜伏于虎牢山外不远处，随时准备接应袁绍。这应该就是第3步，也是最毒辣的一招。离了虎牢山之后，袁绍必定会与袁术合兵一处，挥师北上。韩大人，你还记得乔瑁的下场吗？什么？你的冀州乃河北首富之地，袁绍早已对此虎视眈眈。而冀州之后，就是我的幽州。只不过，领地得失，对此刻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。此刻我等要面对的是一个比8岐可怕100倍的人中吕布。吕布杀过来了，袁绍将军的援兵为何还不到啊？休得多问，给我击鼓，不许停！庸人废将，天下皆是。
吕布由我们来挡。进退无路，投降只会惹天下人耻笑。天下绝非我等庸人之物，再战亦只会贻害苍生。袁绍，我以鲜血和生命，助你雄霸天下。第一个。必死之举。既然注定是死，何不死得有尊严一些？很好，这才是诸侯该有的样子，这样我的出手才有价值。誓死护卫主公，兄上无主。命是自己的，竟然奉献于无用之人。于中之人，令人生厌。无趣啊！这种人为何举目皆是？是我不入孔孟之流，还是我本不应属于这个时代？好大的杀气！报上名来。吕布，竟未闻我等大名，休要目中无人！众将士，给我！我乃燕人张翼德。家伙，为何没听过你的名字？好家伙，你比我想象中更厉害！30招的未分胜负，刚才那个红脸能杀败华雄，现在这个花脸又可匹敌吕布，他们真的是马弓手吗？公孙兄麾下竟有如此强将，而你竟猛然不知。我也。难怪当初袁绍进兵洛阳时，指明向你外接他们。可是我大哥早已看出袁绍居心叵测，不耻与他为伍。袁绍一怒之下，决意留我们兄弟在此送死，岂料事与愿违。二弟，你在胡扯什么？你不是说过讨厌一世为草寇，想登大雅之堂吗？大路就在前方，只欠有心之人。难道
有此二人在，就算是吕布，难道竟还有生机？英雄，请尽快行事，我等愿为犬马。英雄，切莫推辞呀！切莫推辞呀！三弟，给我听着！什么？吕布太强，就算和我二人之力，也难有胜算。只恨咱们的大哥退隐江湖，面对如此危局，却还是选择袖手旁观。大哥，你为的可是天下苍生。刘备，刘皇叔，念在相识一场，还请出手相助。你想要什么，不妨直说。对，只要你肯出手解眼前之围，我定会推举你为平原相。不，更高的职位也行。英雄，请出手相救啊！请出手相救啊！诸位大人，请稍后。你这样做，让我跟强盗没分别啊！从古至今，王者的江山不是骗来的，便是抢来的。经此一役，我与三弟已笃定会扬名天下。只不过我们还缺一个实至名归的主子，功高震主，你觉得妥当吗？哼，多事的家伙，你笑什么？因为有个人曾经说过，只要一直笑，就可以笑出一片天了。你怎么忽然变弱了？嘿嘿，只因对手越强，对我们就越有利。是吗？二党究竟作何打算？吕布之勇，天下无双。可惜战神之名止于今天。大哥，刘玄德在此。在此丧命。我明白了，这花脸人说的话，只因对手越强，对我们就越有利。想辅佐此人击败我，名扬天下，好想法，只是你们可以吗？下马！大哥，你竟对吕布手下留情！放屁！大哥，以你的实力，只需一招便可击败吕布。笑话！大哥，使出绝招吧！千里追魂剑！啊！嘿嘿嘿！兵者，诡道也。能打装作不能打，要打装作不要打。先隐藏自己的实力，只为最后石破天惊的一击。智勇双全，这人真乃绝世神将。
这姿势很好，继续保持，大家都在看呢。但是有我在，你们杀不了吕布啊。你的轨道在于为人，而我们的轨道则是要大哥你名震天下。聪明，名震天下，你们做到了。只是你们竟然甘愿舍弃个人功名，只是为了拥护这个傻瓜，值得吗？如此愚忠之人，真是令人生厌。一切都很顺利，要死的已死，要夺的已在手中。吕布啊，这次你要怎么取舍？是逞一时之气和此三人以命相搏，还是更长远的利益？这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忽然想起一个讨人厌的小子。你真是一个可怕的人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还可以冷静地权衡利弊，而你最终做出的，依然是一个令自己臭名远播的选择。这一局，你胜了。这一局，